女人趁丈夫去拿水果的时候，偷偷将安眠药放进红酒里，等丈夫喝下以后，瞬间就来了困意。平时丈夫洗澡时都会开着门看着她，可这次却把门给关上了。但她也来不及多想，偷偷拿上自己的手机以及藏在柜子上的摄像头，立刻飞奔到警局报案，想用录制好的家暴证据来迫使变态的丈夫离婚。原来两人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，而身为主任的丈夫更是出了名的老好人，因此女人近水楼台，两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殿堂。她本以为会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殊不知这将是她噩梦的开始。因为一个小游戏，女人摸错了新郎，结果导致当晚她就被丈夫狠狠打了一顿。你在我的婚礼上摸他摸的挺爽，一摸就知道他是你老公。你神经病吧？那只是个游戏。一开始女人只是以为丈夫发酒疯，并没有过多在意，再加上丈夫诚恳的道歉，女人立马就心软下来。可没想到第二天丈夫再次露出了真面目，因为一张手机壁纸他就断定妻子不忠，其结果可想而知，免不了又是一顿毒打。直到此时女人才醒悟过来，丈夫根本就是个拥有暴力倾向的家暴男。为了自己的性命着想，晚上女人便主动提出了离婚，怎料这却更加激怒了丈夫，不仅将她软禁在家里，还拿走了她的手机，不让她和外界联系，甚至还雇了一名保姆24小时看着她。为了能逃出丈夫的魔爪，这天晚上女人假装主动示好，随后谎称自己饿了想吃东西。此刻的丈夫并没有多想，于是在吃饭之际，女人偷偷地将安眠药放在了酒杯里，随后就有了开头的一幕。可当警察上门核实的时候，不管怎么敲门都无人回应。等找到物业打开房门后，才发现宋医生已经死在了卫生间里，死者的眉骨以及膝盖都有新鲜的挫伤，背部也有明显的抓痕，生前似乎跟人发生过激烈的打斗。但奇怪的是，警方在现场却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。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，陆法医推测死亡时间在6小时左右，而那个时候刚好是笑笑离开家的时间。罗队猜测可能是笑笑无法忍受丈夫的家暴，所以才奋起反抗杀害了丈夫，但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侦查。起初他们都认为背部上的抓痕是打斗引起的。罗队先是来到医院采集了笑笑指甲缝隙里的残留物，可经过化验后并没有检测到宋医生的 DNA。 根据现有的证据，警方基本排除了笑笑的嫌疑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痕检部门有了重大发现，他们在宋医生的家里一共提取到了3组指纹，其中2组是宋医生跟笑笑的，那最后1组应该就是保姆的。据笑笑所说，昨天晚上保姆是7点左右离开他家，可诡异的是，警方调取了小区的所有监控，都没有发现保姆离开的踪迹。随后罗队立刻将保姆传唤到审讯室，面对警方的询问，保姆不敢隐瞒，原来在宋医生的楼下他还有一个雇主，而那家人现在正在国外旅游，所以便叫了几个好姐妹在那里打麻将。眼看线索又断了，陆法医决定重新对尸体进行深度尸检，结果证实死者完全符合溺亡的特征，背部也没有检测到有被按压过的痕迹，眉骨以及膝盖的伤痕应该都是意外跌倒导致，可他背后的抓痕始终都想不明白是如何形成的。就在他一头雾水的时候，技术部拿来了检测结果，他们在抓痕里检测到了1组不属于他妻子的 DNA， 而且还在宋医生的血液中检测到了聚元酸烯地内啡，这让陆法医瞬间明白抓痕的来源。紧接着他带着众人来到宋医生家，为了还原当时的情况，他让顾初充当凶手。可示范之后，罗队立马提出异议。陆法医一开始也不知道抓痕的来源，直到在死者体内检测到了伟哥，他基本可以断定这些抓痕来自性行为，而且从新鲜程度判断是死亡当天发生的。顾初突然想起昨天去找宋医生的时候，撞见一名护士从他办公室出来，而此时的宋医生刚好在整理衣服。我知道是谁了，是那个护士。因此陆法医推测，案发当天宋医生就是在照镜子的时候发现了自己背部的抓痕，担心被妻子发现，所以才选择关上门洗澡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才给了笑笑逃跑的机会。后来不小心脚下一滑，头磕在浴缸上，当场溺死，所以现场才没有打斗的痕迹，因为根本就没有凶手。随后警方去医院找到了那名护士，结果也证实了那个抓痕是他造成的。宋医生的死亡最终以意外结了案，而笑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新婚生活会以这种方式结束。活着的感觉真好。女人在回家的路上偶遇高空抛物，可走近之后才发现摔下来的竟是自己的小姨妈。陆法医发现死者虽然穿着居家服，但兜里却揣着钥匙，他怀疑坠楼的地点应该不在家里。随后众人来到死者家里查看，结果发现窗户都是关着的，而且手机没带，电视也没关，应该只是暂时离开一下。在天台上，他们发现了死者留下的拖鞋，护栏上也发现了少许衣服的纤维。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死者应该是取腊肉的时候失足坠下了楼。据调查得知，死者前几天曾跟陆法医的后妈秦苏有过冲突，原因是陆法医的父亲间接害死了自己的父母。当姨妈得知后，就立刻跑去跟秦苏大吵了一架，期间还发生了肢体冲突。目前来看，秦苏的嫌疑最大，但当罗队询问他们案发期间都在哪里时，没想到两人都有不在场证明。经过调取监控，发现他们所说属实。然而就在警方准备以意外坠楼结案时，突然有人报警，声称亲眼看见死者是被人推下楼的。大爷表示自己当时正在给喜鹊拍照，结果恰巧就拍到了对面的凶杀现场，但对方戴着帽子跟口罩，所以并没有看清凶手的脸。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一起他杀案。罗队当即带人到案发现场的楼梯上寻找线索，在6楼的拐角处发现有人曾经在这里逗留过。此外，地上还发现了一根外国品牌的烟头。
罗队怀疑凶手就是在这里等待合适的机会下手。回去后，他让顾初好好想想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。顾初回想后发现，的确有一件奇怪的事，他曾经收到过一条短信，说他的父母自杀都是陆家害的。我知道这个人是谁。陆法医猜测留言的人应该是他的朋友佳悦，因为他只跟佳悦一人提起过这件事。面对质问，佳悦也坦言信息就是自己发的，因为他也喜欢陆法医，发信息的目的就是想拆散他们。另外，他还表示知道谁是凶手，因为死者坠楼的时候他刚好也在现场，期间还被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撞了一下，当时就觉得那个人很奇怪，其他人是在围观，而他好像是上前确认人到底死没死，临走的时候还打了个电话，就好像跟人汇报一般。罗队立刻将那天的监控画面调了出来，果然在其中看见了一个可疑的黑衣男子，一路跟着监控发现对方打了一辆出租车后来到了一家酒店，于是罗队立马带人赶了过去。从前台小妹的口中得知嫌疑人名叫陈星，是一个美籍华人，于是众人立马对陈星的房间进行了突击，可惜陈星并不在房里，不过在这里发现了跟现场一模一样的烟头，于是罗队决定给凶手来个守株待兔。很快，一个身穿黑衣并且戴着帽子的男子出现在酒店，警员迅速展开围捕，可当他掀开帽子后才发现这人根本不是陈星。巧合的是，真正的陈星此时正好出现在酒店门口，意识到大事不妙的他当即转身就走。不过罗队发现陈星抽的烟在国内并不常见，随后警方查到在本市有售卖这种烟的只有3家。根据陈星的活动范围，警方锁定了其中一家进行了蹲点，因为他坚信断粮的陈星肯定会再来买烟。果不其然，就在警员去上厕所的路上，恰巧跟陈星擦肩而过，警员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耳钉。别惊！人类的本能让陈星应声回头，随后警方立刻展开了抓捕，可没想到陈星竟身手不凡，没几下就解决掉了好几个警察。然而就在陈星即将逃走的时候，罗队及时赶到。显然陈星并不是罗队的对手，可没想到他竟拿起了一桶汽油，随后将一整桶汽油全部洒了出去，紧接着又掏出了打火机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警员冒着爆炸的危险飞身而起，一把将打火机拍了出去。虽然汽油没被点燃，但还是让陈星给跑了，一而再的让嫌疑人从眼皮子底下溜走，这让罗队愤怒不已。但令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，逃脱的陈星并没有找地方躲起来，而是再次回到了那个酒店，因为他认为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。殊不知真正的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。男人惊奇地发现，监控中的杀人犯居然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，他可以肯定这人并不是自己，因为他昨天一整晚都在家里睡觉。可物证科那边已经证实，在现场的烟灰缸上的血迹经过 DNA 比对后与他的匹配度极高，种种迹象都表明陆北辰就是凶手。然而就在陆北辰还在一脸懵逼的时候，门口却突然传来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。那个人是我，不是他。而来人正是陆北辰死了5年的双胞胎弟弟。原来当年在去瑶岛的路上发生了车祸，两兄弟都从山崖上掉了下去，但两人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。等大哥陆北辰醒过来时，已经躺在了洛杉矶的医院里。北辰呢？北辰在哪儿？父母告诉他北辰已经死了，可殊不知此时的陆北辰正被关在一个昏暗的地牢里。经过5年的努力，他才从那个鬼地方逃出来。他一直怀疑囚禁自己的是继母秦苏，于是回来之后便直接去找了陈星。他知道自己追逐的时候被监控拍到，也知道烟灰缸上的血迹会跟大哥很接近，为了不牵连到哥哥，于是他就主动来到警局。但他表示并没有杀害陈星。当他赶到现场时，只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，但他以为是陈星给自己下的套，就没有报警。为了验证他的证词，警员做了2个实验，如果是凶手在现场进行焚烧，那他会在尸体附近留下相对密集的脚印。紧接着他又模仿北辰突然发现尸体的场景，现场却只留下一排进出的脚印。我们在现场发现的脚印位置、数量以及行进路径，更接近实验的第2种，也可以说，陆北辰的口供有一定的可信度。但目前留给他们的线索实在太少。陆法医被排除嫌疑后，立刻进行了尸检，结果在他的胃里检测到了泥沙跟硅藻的成分。看来陈星并不是被烧死的，而是在天然水域被淹死后才被人转移到工厂进行了焚烧。随后警方以工厂为中心，采集了方圆2公里内的水样进行分析，通过检测水藻的种类以及泥沙的金属含量，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一条河流。随后罗队立刻来到河边寻找线索。警员在站台上发现了一处摩托车摩擦过的痕迹，从这个痕迹上来看，当时的车速很快，应该是直接冲进了水里。罗队立刻让人下水打捞，结果果然从里面捞出一辆摩托车，但因为泡了好几天，所以根本没有任何线索留下。不过好在附近就有个摄像头，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当晚11点左右，有个黑衣人载着陈星拐入了站台。看来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，他带着陈星直接冲进了河里，又因为陈星不会游泳便被淹死了。不过当时的天太黑，根本看不清凶手的样子。但顾初却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北辰跟我提过，北辰在小的时候因为不会游泳，差点溺水，所以很怕水。但是我不清楚他现在会不会游泳。为了验证陆北辰到底会不会游泳，罗队以调查线索为由将他带到了案发现场。随后警员假装无意间将他撞进了河里，不曾想北辰真的不会游泳。两人见状立马